伙伴们，看到今天这套东西，是否勾起了你的童年回忆？这是高达，而且是一整套高达。但是这不是给我的。看到我换了新电脑，杰西给我打电话，说也想趁双11装一台主机。我问他想要什么配置，他说最好是白色的。好吧，女人说啥都是对的。搜遍了某东，还真被我找到了白色套件，就是奥吉新出的这套高达套装。然后通过做奥吉天津总代的朋友提前拿到了货，所以今天我就来装一套白色电脑，送给对讲理的杰西。首先有请1号高达上场，这是一台机动战士高达版的太阳神机箱，同时也是这套配置中最大的一个，先开了它。对于这个机箱我太熟悉了，之前装的那台奥吉全家桶就是用的它。最大的优点就是结实耐用，空间大，缺点吗？有点小众。哎，连编织提手都换成了定制的高达版。大家稍等半小时，我先把它搬出来。搬出来了，这家伙真的太重了，整个机身都是高强度的 CNC 铝合金材质，官方数据可以承重50公斤，这是控制面板，各项接口丰富的要命。和我那台的区别就是这些漂亮的高达元素了，它们充斥在提手上，支持神光同步的前面板上，甚至连 P 赛插槽的挡板上都用了高达套色。取下钢化玻璃给大家看下里面。实话说，这白色的机箱确实很好看，连我都开始心动了。ROG 机动战士，我已经等不及看看这一整套装完后的效果了。接下来该显示器上场了。实话说，这是这一整套里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光看了产品图片就已经无法自拔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箱。这就是箱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了。ROG 大眼睛，再加上元素高达经典蓝白配色，兄弟们懂心了没有？真的太喜欢这个配色了。话说我自己还从来没有用过白色显示器呢。装好了，这是一台无边框显示器，官方名字 ROG Strix XT279Q 绝杀，拥有170赫兹高刷新率和1毫秒响应时间，绝对是一台电竞利器。不过这些数据对于杰西来说犹如对牛弹琴。显示器左下角印有初代高达的编号，右下角印有机动战士高达的名称。这无边框看起来真的太舒服了，材质是 FAST IPS 面板，色域表现非常出色。看左腿上的标识，它也支持 G-Sync 技术。这后面也是满满的高达元素，这外观太炫酷了。我们继续，接下来看一下一台电脑的地基部分主板。实际上这一次的高达套装一共有2套配色，一个是我手中的蓝白英特平台，还有另外一个是红色 AMD 平台。杰西平时的用途主要是剪视频，按说应该用 AMD 处理器，但他的要求是白色，仍然是元祖高达蓝白配色，官方名字华硕 Z490 主板机动战士高达版。对了，请忽略我手上的创可贴，刚才被主板盒子咬了一口。整个主板正面散热片以及 PCB 板都加入了元祖高达纹饰，特有一种战斗的激情呀。供电模组采用12+2，毕竟是1800多的板子，用料非常扎实。还有这散热片也确实够大，拿在手中就让人很有信心。一个、两个，一共2个 M2 接口，这一个还带了散热片。和我装的那台一样，这块板子也支持 WiFi 6，这无线速度真的很快。我现在家里3台电脑都用的无线，和有线没啥区别。接下来是 CPU， 其实也没啥好看的，唯一的亮点在于这是一块复仇者联盟珍藏版的 10900K， 适合20键程。在11代桌面版没有上市之前，这仍然是英特尔的最强游戏处理器 i9-10900K， 够杰西使用了。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实话说，为了杰西，我这次真的下了血本了，给他买了一块2T 的固态硬盘，花了3500多，直接掏光了我的小金库，又在去年过冬衣服里掏了2下。这块硬盘属于细节酷玩固态520，上一次装机就一直想买，可惜没舍得。它被称为是电竞玩家的究极利器。顾名思义，这个系列就是专为高性能游戏主机打造的，使用了 PCIe 4.0 技术，能达到5000、4400 MB 每秒数据读写速度。不论是加载游戏还是剪辑视频，只有一个字：快。赶紧打开看一下。其实我在想，要不要偷偷的把我自己那个还给杰西呢？包装比较简单，就一个硬盘加2份说明材料。唉，这个是酷玩520，杰西又不玩大型游戏，给他这个可能确实有些浪费了。其实买这块硬盘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因为它还送了一个免费的原厂数据救援服务，3年内都不用为数据在线了。这对我们视频作者很重要，当然只有一次。不过固态硬盘本来就比机械硬盘稳定，一次足够了。唯一可惜的是，那块高达主板不支持 PCIe 4.0，暂时没办法享受到最高速度了。但一块固态硬盘可以用很多年，后期升级还可以继续用上它。好了，先装起来保护好它，一会儿装机再拿出来。硬盘收完，该轮到内存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装机用金士顿内存已经养成了习惯，主要是这么多年一次都没出过问题。和上一次一样，仍然买的是骇客神条雷电系列的 RGB 灯条，区别是上一次买的是3200频率的，这一次频率是3600，可以更好的搭配 10900K。 有些朋友可能奇怪我为啥又浪费钱上灯条，这主要是为了搭配 ROG 的神光同步。另外这一次我选的是2组16G，共计32G，
只因为硬件通狐狸告诉我，在玩游戏时，32G 的速度比64G 更快。我本来是有些不相信的，但看到花的钱更少了，信不信就无所谓了。瞧瞧这厚重的散热片。对了，这款内存还支持 XMP 一键超频，不过估计杰西是用不到了。好了，也先放到一边。接下来隆重登场的是我们的机动战士高达版显卡，不过显然这并不是一块307显卡，而是一块 GTX 1660S。当然，并不是我舍不得那点钱，只是因为高达版的显卡只有 1660S 和3090两款，但3090暂时没货，等什么时候有货了，我再买来给杰西升级一下。不过对于杰西来说，6G 显存的 1660S 足够用了，毕竟它是白色的，而且剪辑用的机器主要还是依靠 CPU， 和其他套件一样，满满的高达元素。实际上 NVIDIA 图灵架构下的实际显卡，凭借强悍的性能，仍然是目前的主流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高端显卡的需求。另外，这块显卡是最先到货的，我已经在我的主机上试过了。最大的优点就是静音，真的很安静。背板用了一整块金属板，很结实，高达的形象若隐若现。另外，这块显卡也是支持 ROG 的神光同步的，所以我有些好奇，装机以后它会从哪里发光呢？既然用了 10900K， 散热问题自然不能马虎了。这是高达版里面的水冷散热器，官方名字 ROG Strix LC 白龙360 ROG 水冷散热器。压制 10900K 还是360冷排更加稳妥一些，特别是太阳神机箱空间太大了，放个小的也不好看呀。哇哦，白色配色确实很有感觉。实际上这就是男女对待主机的不同之处，就和买衣服一样，男生要的是实用，女生要的是好看。看看这个，印了一个硕大的高达头像。ROG 的360冷头这里通常都会发光的，所以我很期待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怪事，为啥还有个洞？确实挺好看的，特别是这俩大管子，轻松带走热量不成问题。接下来发挥我专业过硬的技术，先把它装起来。搞定，专业过硬从未失手。伙伴们，我知道那个洞是做什么用的了，因为我还发现了这个。稍等片刻，看到没？它属于这里。看，瞬间就让头像有了立体感，霸气侧漏。不对，守着冷排可不能说漏。这块雪用金牌电源暂时是今天的最后一件高达产品了，因为用了 10900K， 并且后期还可能升级到3090，所以一块850瓦的金牌电源很有必要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块联名版也支持神光同步，并且具有80 Plus 金牌认证，效能更好。打开包装，首先就是一些和高达相关的贴纸、标志之类的，这里还有个磁贴，应该是贴在电源上的。白色的电源搭配灰色联名元素。我看产品页面上说，这块电源还支持低温停转模式，低温环境下更加安静。贴上这片磁贴，这电源才算是真正有了灵魂。还有这个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感觉了呢？来吧，这是最后一件了。大家是不是被恍惚了一下？怎么不是高达了？无奈呀，高达路由器貌似缺货了。为了给机器弄一整套白色的，所以这是一款刺客信条本的电竞路由器，型号是 AX3000。最大的优点就是颜值和 WiFi 6速度，所以为了搭配 WiFi 6主机，当然要买一个专业的 WiFi 6路由器了。我们马上开箱看一下。好漂亮，就连不是颜值党的我都忍不住的赞叹不已。有高达版的全家桶，不知道有没有信条版的呢？这外形真的是没话说呀。据说这款路由器用的是军工级用料，再加上博通专业高速处理器，速度很狂暴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度，像不像是一台跑车？瞧这4根粗大的天线，估计信号一定很猛。太喜欢了，我都想自己买一个了。刚才看了一下介绍，它还内置悠悠加速器。我玩战地5和使命召唤都是用的悠悠，速度很稳定。好吧，开箱完毕，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，开始装机。装机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首先安装 CPU， 安装固态硬盘，安装内存，然后把主板轻柔的放到机箱里，再把360冷排装上，安装显卡，安装电源。对了，不要忘记把这些磁贴装上，还有这个。好了，基本组装工作完成了，接下来是接线，不是吹的，我的理线技术独一无二，哪怕老司机也得甘拜下风。稍等片刻，搞定，收工，完美的高达套件，再搭配上我独一无二的理线技术，让这台主机充满了无穷战力。瞧，所有的线都收在了背面，不得不说，太阳神机箱真的太好用了，越用越顺手。给大家看一下通电后的效果，是不是很有一种科幻般的感觉？另外，前面板上的高达形象在灯光的映衬下，也像是活了过来一样，威武霸气。大家注意看 CPU 冷头，高达的眼睛也在随着神光同步不断变化，太炫酷了。不过我还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有了，来再放一个这个，完美。伙伴们，这就是这套 ROG 高达全家桶最后的效果了，简直就是一个高达漫迷的不二之选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关灯后的效果，这样看机箱前面版的高达很有立体感呀，随着神光同步不断的变换色彩，酷炫十足。这是机箱内部的效果，通过神光同步软件
可以自如的定义灯光形式，比如可以像这样不断的变换色彩，也可以指定一个颜色，甚至呼吸效果。当然不嫌弃眼晕的话，还可以整一个这个，或者直接保持常亮。不过个人感觉最炫酷的就是这双高达的眼睛了。人们都说画龙点睛之作，通了电，这高达这算是活了过来。唯一可惜的是，因为外设还未到货，还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体现不出一整套高达套件的魅力，不得不说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那么本期视频就暂时到这里了，等外设到货，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展示。